1937年12月至1938年初，侵华日军在中国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虽然日本一直到今天都有人在否认这一桩惨案，企图隐瞒事实真相，但是历史不容篡改，不断有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和其他人提供揭露真相的材料。在这其中，德国西门子公司员工拉贝写的日记被公认是南京大屠杀最为完整详实的史料，其中记录了拉贝和众人成立的安全区挽救了20多万中国老百姓。2009年，中国和德国根据拉贝的记录改编拍摄了电影《拉贝日记》，这是目前为止唯一得到中国方面授权由外国导演拍摄的南京题材电影。电影的群众演员中有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叫李世珍，正是当年被拉贝救下的南京百姓之一。这是老奶奶第一次演电影。她说：“我希望能够报答一下拉贝，因为拉贝救了很多人的命，我们却没能为他做点什么。”这部电影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就是裕仁天皇的叔叔昭襄公究晏。这是南京题材中极少数对日本皇族追责的电影。因为日本人普遍对皇族有莫名的崇敬，认为皇族不承担战争罪行的责任，所以当年麦克阿瑟放过了天皇，包括这个挨千刀的昭襄公究晏也逃过了审判，活到了94岁才死掉。真是好人命不长，坏人活千年。拉贝日记因为狠狠地给了日本皇族一嘴巴，所以在日本遭到了全面禁播。而拉贝日记的剧组宁愿电影在日本被禁，也绝不按照日本的要求来换取上映赚钱的机会。这种绝不妥协的骨气令人敬佩。另外，这部电影没有去过度表现日军的暴行场面，尽量不勾起中国观众沉痛的回忆和仇恨，不会让观众觉得有贩卖苦难的嫌疑。电影更多的是通过拉贝这个第三方的外国人视角去看待整个事件，突出朴实的人道主义和人性光辉。电影讲述了日军攻陷上海后，于12月1日在南京城外发动了进攻。德国的西门子公司决定关闭南京分部，负责人拉贝也被通知离开。在他的欢送会上，日军的战斗机对南京进行了轰炸。由于事出突然，拉贝毅然打开公司的大门，为他的中国员工和路过的平民提供避难，并让大家躲到拉开的纳粹旗帜下面。因为当时的日本是德国法西斯阵营的盟友，所以看见旗帜后就停止了对这个区域的轰炸。第二天清早，待在南京城的众多外国人开始商议如何面对这危险时刻。德国犹太人外交官提议可以效仿上海建立一个保障老百姓的安全区。金陵女子学校的老师很认同这个想法，并提名拉贝为主席。拉贝起初并不愿意，表示自己马上就会和夫人朵拉离开这里。但是在内科医生的讽刺和众人期待的眼神中，他意识到这个善待了他30年的国家正在遭遇危难，自己怎么能袖手旁观一走了之？于是他放弃了回国享受荣华富贵的机会，选择留在南京，尽自己的一份力去挽救那些可怜的平民。第二天，拿着2张船票的拉贝把夫人朵拉送走后，独自转身返回了南京。可游轮才驶出港口一会，就被日军的战斗机给击沉了。还来不及悲痛的拉贝迅速返回南京城内，和大家组建了安全区。这个区域包括学校、医院、大使馆、西门子厂区，水和粮食由国际委员会负责供应。12月11日，安全区正式成立后，成千上万的人开始涌入，导致安全区几乎瘫痪。12月13日，日本攻陷了南京城。在日本皇族昭襄公究晏的指挥下，大量的日军进城后开始疯狂的烧杀抢掠，滥杀无辜，顷刻间南京城尸横遍野。为了养活安全区的20多万人，拉贝以德国纳粹党员的身份逼迫日军解除封锁，让安全区的物资成功运达。随着安全区的补给一天比一天困难，拉贝就带头捐款，和大家一起去凑钱买高价军粮，以保证更多的人不被饿死。而在安全区外，数十万的中国人被日军屠杀，他们甚至把魔爪伸到了安全区。面对这一切，拉贝发电报给德国元首希特勒，希望他能对日本施压，阻止日军的暴行。一旁的内科医生觉得他简直是痴人说梦。接着，拉贝以德国纳粹党的特殊身份前往了日本大使馆，向昭襄公究晏抗议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然而等他出门的时候，发现连自己的中国司机都被抓到了战俘营。等他赶到战俘营的时候，亲眼目睹了2个日本军官正在进行惨绝人寰的杀人比赛。面对日军的暴行，安全区的老师冒着极大的风险收容了数百名战俘。日军发现后要派坦克把安全区夷为平地，这意味着里面的20多万人都将遭到灭顶之灾。于是数百名老百姓来到安全区门外，要用自己的性命来捍卫这个地方。站在门后的拉贝陷入了纠结和挣扎中，到底是交出战俘保全安全区，还是等着日军用枪炮将这里夷为平地？
最后拉贝毅然走出来，站到了日军的枪口下，表示自己就算死也不会交出战俘。昭襄宫鸠彦正要下令射杀他们的时候，载有各国大使和国际媒体的科里科特号驶入了南京港口。如果日军一旦展开屠杀，那么全世界都会知道这件事。心有顾忌的昭襄宫鸠彦只能下令撤退。12月29日，各国大使和国际媒体到达南京，昭襄宫鸠彦让德国召回了拉贝这个绊脚石，还和安全区新任负责人弗里斯串通好，恬不知耻地对外宣称安全区是日军建立的。拉贝的一举只属于他个人，而不是德国纳粹党突发良知。实际上，他们和日本都是一丘之貉。随后，拉贝和幸存的妻子朵拉被迫离开南京。在他走的那天，无数中国人站在路边为他送行。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至少有30万中国平民遭到杀害，而20多万人因为安全区得以幸存。后来，拉贝回到德国后，被纳粹列入了黑名单，被禁止讲述在南京的所有经历，同时日记也被没收。他晚年的生活状况十分潦倒，一家人挤在一个很小的房屋里，饥寒交迫。中国人并没有忘恩，但得知他的遭遇后，很多大屠杀的幸存者倾囊相助，自发捐款和筹集物资寄给拉贝，总算给他凄惨孤独的晚年带去了一丝光亮。拉贝于1950年逝世于柏林，1996年他写的《拉贝日记》才得以重见天日，为世人所知。1997年，拉贝的墓碑由柏林搬到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保存。拉贝不是中国的辛德勒，而辛德勒确实是小拉贝，因为辛德勒保护了1200名犹太人，而拉贝保护了整整20多万中国人。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个英雄，也没有想过要当救世主，只是本着人道主义和一颗赤子之心去帮助别人。其实这才是现实中存在的英雄，平凡而又伟大。所以如果你能去到南京，请不要忘记给他献上一朵花。